女孩的新保镖很没礼貌，她想让保镖边开车边和她说话，却被保镖拒绝了，这会影响她专心工作。女孩还是问个不停，比如保镖的手是怎么了？保镖提醒女孩，我是因为收了钱才保护你，我收钱是做保镖，而不是做朋友，所以希望女孩不要再问了。下一个堵车时，女孩突然下车，保镖也赶快随后，原来她跑到车的后排，女孩有些小生气。在拉丁美洲，每1小时就会发生一起绑架案，并且70%的受害者无法生还。身为富家女孩的皮塔其实很危险，而之后的一天，女孩真的被绑架。这是关于大叔与萝莉的高分救赎电影。先回到故事的开始，克雷塞是陆战队退伍军人，执行过不计其数的暗杀行动。因为战争后遗症，他整天酗酒，还总想离开这个世界。他千里迢迢来到墨西哥，因为见他的军火商朋友。朋友了解克雷塞，知道他的内心痛苦，于是介绍一份保镖工作给克雷塞，希望他通过工作走出阴影。雇主叫山姆，是汽车零配件生产商老板，雇佣保镖是保护女儿。Your Spanish is good enough. Yeah? You think they'd hire a drunk, a has-been? Even at half speed, you're pretty damn good. 看过克雷塞的工作履历，山姆十分震惊，16年反恐作战从军经验，应该不是人人都请得起，但是他报价不高。至于为什么，克雷塞说他喝酒，但是请放心，不会影响保护你女儿。山姆带克雷塞回到家，太太丽莎看到本人后，立刻决定聘用克雷塞，因为他看上去很安全，还有那惊人的履历。虽然他从未做过关于保镖的工作，接着叫出女儿皮塔。Buenas tardes, señor Creasy. Mucho gusto en conocerlo. This way, Mr. Creasy. Thank you. 可爱的皮塔带着克雷塞了解家里，并带他来到保镖的卧室。What kind of music do you like, Mr. Creasy? I don't know. Emilio forgot to take him when he left. Creasy, you can call me Creasy. And no, you're the first. Bye, Bird. 皮塔很喜欢克雷塞，他和母亲说他像一只伤心的大熊。克雷塞送女孩去学校，女孩有问不完的话，说她的上一任保镖走了，因为有人出了更高的价钱，还说了过去的1周内发生了24宗绑架案。克雷塞看出女孩的担忧。I think that you know entirely more than you should. Well, thank you. You have to sign in. Show them your ID. Hola, Manuel. Hola, Pita. Sister Anna, this is my new bodyguard, Creasy. Class is about to begin. Okay. Bye, Creasy. Sorry, I have to get used to the roots. 放学回家，女孩继续问克雷塞问题，于是便有了开头的那段。不爱说话的克雷塞忍受不了，他说他收钱是来做保镖，而不是做你的朋友。这句话很伤人。克雷塞没有恶意，因为他自身处在阴影里。回到家后，他依然用酒精麻痹自己。丽莎来到保镖房间，皮塔将路上的对话说给了妈妈。丽莎说皮塔只是想交朋友，而克雷塞同样说 But you're paying me to protect her, right? Not to be her friend. You're being paid to protect her? 一天，克雷塞再次犯病，因为战争后遗症，他总认为自己不该活在人世。喝多后将手枪上膛，毫不犹豫扣下扳机，子弹居然卡壳了。他赶快打电话给朋友，说出了枪管哑火这件事。朋友了解克雷塞，他猜到克雷塞一定是做了傻事，接着赶快劝说。Bullet always tells the truth. 克雷塞站在雨中，看来上帝还不想要他的命。挂断电话后，一个天使般的面孔正在注视着他，像是在安抚克雷塞不安的灵魂。一天上学路上，一辆可疑汽车在跟踪他们。克雷塞向皮塔借了根铅笔，皮塔也知道他要做什么，于是学着克雷塞开始记录后面的车牌。可克雷塞还没动笔，却由于交通混乱，错过了看清车牌的机会。到了学校后，克雷塞归还皮塔铅笔，皮塔大方地送给了他。这件事让两人的关系缓和不少。克雷塞陪伴皮塔游泳，他看出皮塔有游泳天赋。可皮塔却说他从来没有赢过，他害怕枪声，所以起步很慢。Our big swim is in 3 weeks. Yeah, maybe you are slow then.
这天皮塔的父母出差了，克雷塞开始训练皮塔游泳，他让皮塔集中，让他大喊 The gunshot holds no fear. Say it. The gunshot has no fear! That's good. But you welcome the sound. 陪皮塔学习历史，皮塔想知道什么是妃子，为何中国皇帝有1000个妃子。克雷塞认真讲述，现在实行一夫一妻制，古代和现在不同，有不同的规矩。皮塔想象不到有1000个妈妈是什么感觉。 You're smiling. What? You were smiling. I'm not smiling. 皮塔很开心，这是克雷塞第一次对他笑。虽然克雷塞不承认，日复一日的训练，皮塔不再害怕枪声，家里的司机在一旁观看。再后来训练，更多的家里人来观看，为皮塔加油，因为皮塔越来越快了。终于迎来了150米自由泳比赛，女校长告诉他 Today, you are her father. 这句话触动克雷塞的内心。与皮塔的日子里，他越来越发现世间那么美好。克雷塞和其他父母一样，在岸上为孩子默默加油，而他今天是最幸运的那个父亲，因为皮塔拿下了第1名。克雷塞抱紧皮塔，一向僵硬的脸颊笑开了花。克雷塞带着皮塔一起参加朋友的饭局，朋友会讲述一些关于他的故事。 We made a deal to take the world together. I said, what happened to the plan? What happened to it? Then I met Alicia, and then what? Then I went, oh, now I got you. Absolutely. Hey, what are you doing? You got me. 皮塔用零花钱给克雷塞买了礼物，小熊内有一个项链，是免死护身符。朋友为他高兴，在保护皮塔的日子里，克雷塞逐渐走出了阴暗的世界。这天皮塔上钢琴课，他在楼下遛狗，等待皮塔下课。他的脸已经不再僵硬，开始一直面带微笑，可以确定他被女孩治愈了。而就在皮塔快要下课时，一辆警车横在路中央，接着那辆曾跟踪过他们的车出现。克雷塞预判有危险，当女孩放学后，他赶快向天上开枪，示意女孩快跑。可枪声响起后，警察开枪击中克雷塞，克雷塞开始反击，他干掉匪徒和警察，他们都是一伙的。皮塔看到克雷塞中枪，于是他跑了回来。最终，克雷塞身中2枪倒地不起，而女孩被绑匪强行带走。好在克雷塞没有死掉，他被送进医院，还被警察曝光。警长在记者面前曝光他干掉2名法警，还涉嫌卷入皮塔的绑架案。可不是所有的人都傻，一名记者当场爆料，有记录显示2名被害警官当天并未执行公务，他们又为何会穿着制服，还开着巡逻车出现在绑架现场？这究竟干嘛呢？警匪勾结的事在当地很常见，只是调查局找不到证据。皮塔被绑架，最伤心的一定是妈妈。父亲没有流泪，但也能看出他的难受。为了救出女儿，他们选择交出赎金，不愿让警方介入。但是反绑组的范托斯必须介入，因为案发现场有2名法警身亡。绑匪联系到山姆，他们索要赎金1000万。The girl will be returned exactly as she was taken. I swear, you will never see her again. 按照绑匪的要求，皮塔的父亲经过各个环节，将赎金放入白色车子。可就在山姆离开后，现场发生了枪战。If you keep your word, I will keep mine. 山姆回家后，很快接到绑匪电话。绑匪不仅没拿到钱，侄子还死于枪战。绑匪很气愤，决定干掉皮塔，为侄子偿命。丽莎抢过电话，不断向绑匪哀求，而一切已经晚了。Por favor, no le haga daño a mi niña. Estás negociando directamente conmigo. I'm sorry. Now it is too late. Fuck off! Get the fuck out of my way now! 重伤的克雷塞也被转移。调查局局长认为医院极其危险。克雷塞苏醒了，朋友告诉他，交易时有人劫走了赎金，女孩被撕票了，绑匪的侄子被杀，所以他们杀害了皮塔。克雷塞内心无比剧痛。No.
Did you recognize any of this man? Does that make me a suspect? No. Maybe you should show me some pictures of some Mexican cops. Judicial cops. Protected. Called La Hermandad. 数天后，克雷塞伤势渐好，朋友托人送他去圣地亚哥的海军医院继续疗养。可他不去，他要去犯罪现场，一是查看现场，二是让后面跟踪的记者跟过来。米克雷塞查看现场，那名记者找到他，简单介绍后直入主题。有个兄弟会叫拉曼达，专门庇护官员和警察，并且策划犯罪。记者很难渗入其中，因为克雷塞也是受害者，他想要揭发内幕，所以想和克雷塞谈谈，并递给克雷塞一张名片。Okay, friend, that's gonna help me. 克雷塞也正有此想法，只不过不是配合记者，而是需要记者帮他。回去的路上，朋友要送他去美国，克雷塞还在流血，很有可能性命不保，可他却列了清单，点了手雷和大量武器。克雷塞回到皮塔家，女孩的所有物品已经盖上塑料布，他找到了女孩的日记，因为皮塔在上面记录过那辆跟踪车的车牌号，虽然差一个数字，但这是现在唯一的突破口。皮塔的日记中称呼他为克雷塞大熊熊。就在这时，皮塔的母亲走进来，丽莎很是自责，她觉得他很失败，而克雷塞告诉她 I'm gonna kill him. You kill them all. 克雷塞取到名单上的武器，准备回归老本行。他先打电话给新朋友记者，需要他帮忙查那个车牌照，匹配10个数字，找到可疑的车辆。记者来到联邦调查局，局长和记者是情人关系，他们一同查了多年绑匪，却一直没有收获。男人将匹配好的牌照号交给记者，接着克雷塞找到那辆车，竟然是一辆法警的车。黑警没有担心面前的男人，毕竟他混黑白两道。可是接下来他可惨了，克雷塞带他来到城市边缘，用胶带将他的双手紧紧缠在方向盘上。16年的工作经验，他太擅长刑讯逼供。Puedes oírme. Me duele la cabeza. Si no me dices toda la verdad, vas a sufrir mucho más de lo necesario. 随着手指被一根一根的弄断，黑警说出所有，他只是负责绑走女孩，之后交给一个叫屠夫的男人。屠夫左脸有块胎记，在某舞厅看场子。绑匪的幕后老板叫做噪音，噪音负责谈交易。黑警只知道这些，他们组织分工明确，看来在黑警这里得不到其他消息。接着克雷塞一枪崩掉黑警，松开汽车手刹，汽车从高山下坠落。调查局查到这里，局长才刚提供了车牌号，就这样在这里连人带车坠毁了，效率是真高呀。克雷塞来到那家夜店，找到那个左脸有胎记的男人，男人正是屠夫，接着拿枪对着他来到楼上，这里是绑架女孩的中转站。克雷塞拿出女孩的照片给他们看，可是都说没见过女孩，于是杀猪给猴看。在接着的逼问下，长毛男说出他们只管等电话，其他什么也不知道。他们的报酬是通过一张银行卡，每星期可取200元。克雷塞逼问出密码，接着继续开枪，继续逼问。长毛男说根本没见过噪音，每当噪音或者他弟弟来带走女孩时，他们在另一个房间。那天那个人对着女孩大叫，因为他侄子被杀了，赎金被偷走了，是被一个叫做范托斯的黑警拿走的。16年专业逼供，长毛几乎说出了所有。接着克雷塞让他和女孩道歉，然后屋内仅剩一个女人，一个早已吓破胆的女人。危急关头，他说出了另一个被绑架的女孩就在这里。克雷塞救出女孩，带着女人离开舞厅，开枪赶走了所有的客人。接着发生剧烈的爆炸，夜店被毁掉。离开后，他打电话给记者，问这2天有没有女孩失踪，大概12岁左右。记者说昨夜就发生过绑架案。10几分钟后，记者赶到，克雷塞将女孩和女人交给记者，还有那张银行卡。克雷塞让记者查询是谁把钱存入账号的，接着又问是否了解一个叫范托斯的法警。记者当然了解，范托斯是反绑组的，他罪行累累，但从未受指控，很明显他是黑警还是头目。记者提醒道，范托斯的保护比墨西哥总统还严密。记者再次约见调查局局长，通过2人特殊的关系，
他要局长查出那张卡的汇款信息。克雷塞来到范托斯家附近，他挟持了一对老人，借用了他们家的窗台。不说范托斯的安保比总统还要严密吗？所以那就来个高配待遇。即使在严密的安保，也在火箭筒后乱了阵脚。克雷塞下去补枪，手里握着手雷，劫持了中间那辆汽车，里面正是被保护的范托斯。劫持法警，直升机在空中寻找。克雷塞将他带到两座桥的中间，开始温柔地逼问。范托斯的身体里已被塞入微型炸弹，倒计时5分钟。Don't move. Don't move. Don't move. In 5 minutes. Between your men and the kidnapper. I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开始范警官还嘴硬，可面临死亡。僵持到1分多钟后，范托斯终于说了，他们与绑匪无关，而以他为首的黑警专门在绑匪与受害者交易时，再抢走赎金，坐收渔翁之利。他看克雷塞要走，赶紧又说出一个重要秘密，那笔钱根本没有1000万，其中一袋一半是白纸，另一袋全是白纸，一共只有250万，是在交易之前就已经被调包了。而交易前，只有山姆的律师经手过那些钱。克雷塞想了想山姆的律师，范托斯开始哀求，开始为女孩的死道歉，但是这有什么用呢？范托斯只有一个结果，克雷塞离开了。紧接着他来到律师的家中，而律师已经死在家中泳池。这又是谁干的呢？在律师的办公桌上，惊奇地看见一张汇款单，是关于律师和山姆的。难道这件事和皮塔的父亲也有关系？克雷塞迅速联系记者，这次需要查山姆的账户。关于这场绑架案，终于真相大白。克雷塞来到皮塔家，他直接找到山姆。克雷塞已经调查清楚关于那1000万的分赃，绑匪250万，律师250万，还有500万，居然在山姆的海外账户。罪魁祸首竟是皮塔的父亲山姆。事到如今，山姆活在痛苦之中。原来他没有继承父亲的遗产，而是背负了他的赌债和烂摊子。他保过关于绑架的保险，所以和律师策划了这起绑架案，为的是套出高额的保费维持生意。丽莎崩溃，她现在只想杀了丈夫。克雷塞留下一把空枪，拿出他曾自己立粉卡壳的那颗子弹。Bullet always tells the truth. 他让山姆自己解决，其实山姆也早已没脸活在世上。在克雷塞离开后，记者查到银行卡信息，汇款的人是噪音的老婆。按照地址，克雷塞潜入噪音家中，在这里克雷塞再次中枪。逃跑中，噪音的弟弟被车撞，克雷塞将全家控制住，劫持了噪音的妻子和被撞伤的噪音弟弟。在死亡的威胁下，女人给噪音发了传呼。噪音很聪明，但是家人对他很重要。在通电话中，克雷塞打断了弟弟的手掌。噪音妻子大喊，并取出家中成捆的钱给克雷塞。他还不清楚，克雷塞要命不要钱。噪音苦思冥想，说出决定一命换一命。原来皮塔没有被撕票，噪音是个生意人，他死了就一文不值。皮塔还活着，克雷塞很激动，但需要皮塔活着的证据。他让噪音问女孩，他的小熊叫什么？噪音问过后再次回电。Chrissy. She calls the bear. Chrissy, remember, I will leave you her life. 克雷塞确定皮塔真的还活着，噪音要用女孩的命换克雷塞的命。交易的路上，克雷塞将消息告诉丽莎，他们约在某公路的交易地点，就是这里。克雷塞让丽莎用枪对准噪音的弟弟，如果出现3长2短，就对着他扣动扳机。接着克雷塞向桥上走去，他刚刚身中一枪，手臂不断流血。噪音的手下看到他时，接着打开车门，摘下头套和眼罩。女孩正是皮塔，她迅速向克雷塞跑过来，她的大熊来救她了。他们紧紧拥抱在一起。克雷塞终于又笑了，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他让皮塔下桥先去找妈妈，还说办完事后他也会回家。皮塔再次抱紧克雷塞，接着向着妈妈跑去。丽莎放开噪音的弟弟，和女儿皮塔抱在一起，而克雷塞信守承诺，为了让这对母女顺利离开，他一步一步走向噪音。他从远处看着皮塔被抱上车，然后自己上了绑匪的车。
他要跟着进入绑匪老巢，听天由命。可就在路上，新的枪伤加上之前的伤口破裂，克雷塞闭上双眼离开人世。他守护了自己的天使，没有了遗憾。皮塔让他重拾生活的意义，他走得很安详。